Hello，大家好，我是魏英，欢迎收看我的影片。现在是3月嘛，那我其实最近有听到一些同事呢，就在分享他们有些儿子女儿目前是高中生，然后刚考完学测，即将要去填他们大学学测的志愿。那我就不禁想到，我在大学的期间呢，应该有一些人有看我上一支空服员的影片的话，就会知道我大学其实念的是政大广告系。可是我后来呢进了金融业，然后又进了现在的酒商，就我一路以来的工作，其实好像是有一些变化，然后也有一些转变。从大学到现在，其实也并不是总是那么的顺遂，也是有跌跌撞撞遇过一些挫折和困难的。所以也希望呢，今天这个影片回顾我大学毕业出社会这5年来的职涯经验，一并回顾我大学实习的经历、转职的心路历程，然后还有自己心态上面的变化，可以献给就是目前可能还正在迷惘，然后不知道未来方向的你。希望这支影片可以给你们一点灵感。好，那我一样也是我老旧的 iPad， 我就有把今天想要跟你们分享的资讯，就是写在这个 iPad 里面，因为我记忆力不是很好，所以等一下可能会看到我的视线这样子上上下下，因为我在瞄我的 iPad。那我们就开始分享，一切呢要从我国中开始说起。我国中的时候看了一本书，刚好我家有这本书，我把这本书拿过来，噔噔，就是这一本《创意 CEO》。我在国中，好像是国中2年级的时候吧，当时是看了这一本书，就觉得哇，广告的世界好有趣，好有创意哦！我以后想要做广告人。所以我在国2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要念政大广告系，然后未来呢，我要成为一位广告界的人才。当时我是这么下定决心的。那我国中就努力读书嘛，然后我就考上中山女中，学测的时候当时就顺利考上政大广告系。当时是政大传播学院大1、大2不分系，然后是到大3的时候才可以去选择你要广告组啊、新闻组还是广播电视组。那我当时因为想要做广告人嘛，所以我在高中升大1的那一年暑假，刚好我因为就是家人有认识的关系，所以我当时就很幸运的到了一间发商的广告公司，叫做 Havas。去实习，但与其说实习，其实我真的就只是进去当打杂小妹的，帮大家把那个 Word 啊，就是你知道文书去整理好，还有一些空的话，他们可能就会跟我分享一些案子啊，或者是我可以去调资料库看一些以前的案子，所以我就是整个暑假我就是在那里过了我的一个广告业的打杂小妹生活。不过呢，我觉得那2个月虽然很幸运，可是呢，也是在那2个月我发现，自己好像就觉得广告业好像跟我当时想象的好像不太一样，所以我在高3跟升大1的暑假的时候就开始在思考，我真的以后想要进广告业吗？那我这样子进这个科系真的是对的吗？所以你知道我成功考上了政大传院之后，就开始有了这么一个问号，然后我就带着这个问号的心情就进入了这个政大传院。然后当时呢，我们政大传院的大3进入广告系之后，他们是会分2组的，其中一组是企划组，然后一组是平面设计组。然后我在得知原来是有分这2组。那我之前实习的其实就是类似企划单位，我就想说，我想要念的应该是广告设计，所以呢，我就在大1的那一年，我每天下课我就去巨匠电脑学那个电脑绘图啊，就是我们当时政大广告系里面其实是有一个课外发展学习小组，好像叫数位平台我自己都有点忘记了。反正那个小组只要是当时是念政大广告系，未来想要朝平面设计发展的，都会去申请进入那个平台。我就胸有成竹，觉得自己一定会申请上。所以我大1在认真念书之余呢，那就开始去准备我的作品集。然后我当时就把我的作品集准备好，然后胸有成竹的去 submit 那个 application。结果呢，想不到就是在大1快要过完的时候，他那个结果就出来了，对不起，你没有过。就我没有申请上那个数位学习平台。当时我就觉得天哪，晴天霹雳！那我原本的目标，我就是定我大2就是要做这件事情啊，可是我竟然没有过，那我现在大2要干嘛？然后当时呢就有了这样子的一个焦虑。可是呢，我焦虑之后，就偶然的刚好在那段时间就认识到了政大的社团叫管顾社，全名就是叫管理顾问社。那这个社团其实就是在学习管理顾问产业那些 consultant 他们的学习解决问题的能力，然后还有他们工作上面的 mindset 和 methodology。与其卡在原地不动，至少我有个方向，那我就先朝这个方向走，然后边走边看。所以我当时就想说，好吧，既然我大2没有申请上
这个数位学习平台，那我就去加入管顾社好了，我就可以在那个管顾社里面去学习可能商业里头的思维啊。而正好我在大一的时候，因为我大一的时候超级认真读书，所以我大一的时候刚好拿书卷奖，所以我就有拿着那个书卷奖的系上特别保留名额，申请上了企管系的双主修，所以等于说我大二的生活就是 OK 重新规划好了，我就是决定那我就认真去拼我的双主修，然后其次就是参加政大管顾社。那受到这个管顾社的影响呢，我就开始对顾问产业有了兴趣。那因为学习了很多这些顾问的 methodology 嘛，就觉得哇，这个产业好像真的非常的有趣。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是我未来1年内1到2年内，我想要进到管理顾问公司去实习。所以我在大二下学期的时候，当时就申请了 BCG 就是它是一个管理顾问公司。当时台湾的 BCG 是每1年都有开实习生的职位，但他们的实习生不是一个 full time 的 summer intern， 它是为期1年的 part time assistant， 就是你每周要 commit 多少个小时，然后你要去进到办公室，然后你会被 step 在不同的 project 上面，那你就可以跟着不同的顾问去学习。借此呢，在不同 project 上啊，就了解到了不同产业的面向。然后呢，在这一段实习里面，我接触到了非常多不同的顾问，然后呢，他们的思考速度、分析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都非常的快速，然后精准到位，让我非常的惊艳。与此同时，我就开始在思考，我也很担心说，我真的可以像他们一样吗？顾问产业真的适合我吗？就我当时慢慢的有萌生出了这样子的迷惘，而且其实跟我同梯当时一起进去 BCG 做 part-time assistant 的，就是包含我总共有4个人，而我总是觉得另外3个人比我更加的聪明，然后比我更加的优秀，这样子去 question 我自己。就那1年过去，我就带着这份怀疑结束了这份工作，但我还是觉得说，顾问产业我还是很喜欢。那我想要去申请看看别家不同顾问公司的实习。我在大3升大4的暑假，当年就申请了Mastercard 就是信用卡的发卡公司，其实 Mastercard 自己就是有一个顾问单位的。那我当时就是有去申请 Mastercard 他们的顾问暑期实习，那也很幸运在大3升大4的时候就有申请上。这份暑期实习就是你这2个月如果做得好的话，你是可以拿到 return offer 的。所以我当时的如意算盘是什么？我就是觉得，好，那我在大3升大4的这段时间我把它做好，然后接着我大4上去交换学生，然后而且我那个时候学分都已经修完了，完全不缺学分。大4下回来悠悠闲闲的度过，然后我要直接拿着 return offer， 然后大学毕业就直接去 Mastercard 工作。当时我是怀着这么一个如意算盘，而在 Mastercard 实习的这段期间呢，我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冒牌者症候群。所以我开始我的 Outlook 收到信之后，我会 panic， 然后我会不敢点开，然后留到最后一刻要 deadline 前，然后才把它点开，然后开始疯狂的做。然后我很多事情都开始对自己没有信心，然后当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也不敢去 reach out， 所以我的表现呢就开始非常直线的下滑。那想当然而这次实习我是没有拿到 return offer 的，那这个打击真的是对我来说超级大，因为我当时是怀着什么心思？我就是觉得我想要进顾问业，那我都已经想好了，我的学分已经够了，我就是要拿到 return offer， 然后整个大4就是躺着过，然后大学毕业之后直接来这里工作。可是我没有拿到 return offer， 所以我等于说我整个计划都被打乱了。我就开始会去很负面的想着说，天哪，我不够优秀，我不够好，我表现得很差。然后我也开始迷惘的去想着说，是不是因为我根本就不适合这份工作？那如果我不适合的话，我要的是什么？所以我就怀着这一份惴惴不安的心情，然后我就去了交换学生。我当时是去欧洲，我在荷兰交换学生。老实说，我在交换学生的时候，心情是蛮愉悦的。我就想说啊，都来交换，那我就好好的放松心情。所以我就这样很开心的去各国游历。然后在交换学生期间的那4个月，我就慢慢的去沉淀自己，然后重新思考我的下一步是什么。当时我就有申请了渣打银行的储备干部。我在欧洲嘛，那你知道欧洲是一个网络银行发展非常兴盛的区域，用到他们很方便的网银，就觉得哇，网银如果发展的好，对于人民的福祉来说，真的是有太大的帮助了。我就觉得网银很棒，我也想要来台湾做可以接触到网络银行的工作。我也就是怀着这样子的心情，然后申请了渣打银行消费者金融部，就我们简称消金的储备干部。那渣打银行消金的储备干部是有1整年的 rotation，HR 会给你安排在很多不同的岗位去轮调。你的训练期间大概就是为期1年，1年的 rotation 结束之后，我最后是 deploy 在财富管理部门的境外股票，这是我是负责境外股票的产品经理。
rotate 1年之后，又在境外股票再做1年，所以在渣打银行总共是待了2年。那当时在渣打银行啊，这2年做着做着，其实我身边有一些同事就陆陆续续的转到星展银行去了，因为当时星展银行准备要并购花旗银行，所以他们开始招了非常非常多的 PM 进去。那因为有些同事转过去，就等于说我有一些内部人脉，然后他们就有一些内推职缺给我。所以当时就跟着他们一起转过去星展银行，那一样是在财富管理，然后我做的是境内结构型商品的产品经理。那我在星展银行工作了快要接近1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回顾我的 career， 就发现我大学毕业以来都是在银行工作，但我真的想要在银行这样继续待下去吗？因为我觉得我还是会对我在做什么工作，然后那个工作它的产品是什么，对于那个产品我是希望自己可以跟它有情感连接的。但你也知道银行的产品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产品，它就是一个数字嘛，那我很难对于我自己在负责的产品有一个情感上面的连接，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好，我想要换产业。我当时就申请了好几个不同可能消费品啊或者是科技业的工作，那老实说我的 CV submit出去几乎都是石沉大海的。然后我当时就开始越来越紧张了，因为我开始在这个过程中去意识到说，当我在金融业待得越久，我想要转职的困难度会越高。当时我就很紧张，可是我还是锲而不舍的一直投履历，然后后来就是终于是出现了我现在在迪亚吉欧这份工作，还要找的就是策略分析的这个职位。那刚好当时我申请过来的时候，我的老板是前麦肯锡的人。那你知道麦肯锡啊，看到 BCG， 以前在 BCG 工作，他就觉得很开心，是当时他就把我招进来，来到了迪亚吉欧现在这份工作。那我目前就是在这份工作在做策略分析。那我必须说，我从银行来到酒商呢，这个过程中也是有很大的学习阵痛期的，因为这是一个我完全不了解的产业。那我目前来到迪亚吉欧也已经1年半了。对，我现在来到迪亚吉欧也已经1年半，然后在这边是觉得做得非常开心。对，这个以上这个过去呢的历程，大致上就是我的职涯。那我在这几年呢，尝试过了很多不同的产业，然后我发现职涯是可以不断的去调整的。我记得我以前有跟一个前辈有聊过关于职涯这件事情，然后我们有一个讨论出来的结论啊，就是我们觉得职涯其实是build 出来的，而不是你找到了一个目标，然后这样往前冲刺，然后你100%就做到一模一样的事情。我觉得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像我小时候就觉得我想做广告人，但是在这一路上就发现啊，这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我才慢慢的去 pivot，就好像是摸着石头过河。你要过这条河，你要先摸到一颗石头，然后再去摸下一颗石头，这样一颗一颗的摸。老实说，你问我未来20年要做什么，我是回答不出这个问题的。我之前也问过我老板这个问题，他说 I actually don't know where I will be 20 years from now, but at least I know where I'm going to 3 years or 5 years later. 那我想我现在也是一样的，我知道我自己未来的2年、未来的3年，我想要往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那这2年的期间，我做的事情一定都会 stick to 我的这个 plan 吗？有可能是不会的。有可能我在这2年期间会发生其他的事件，导致了我职涯上面的选择做出了不同的转换。那我认为啊，迷惘一定是正常的，因为在你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开始思考，你人生这一辈子要达成什么样的事情。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老实说，我人生这一辈子要达成什么样的事情，你叫我回答，我也回答不出来。我觉得职涯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嘛，与其从一开始就认为自己必须要设定100%的目标，不如你就先往一个方向前进，在过程中慢慢的去调整，然后学习。然后对于所有可能正在迷惘的你呢，我想要给你们一些小小的小建议。首先第一个就是在你在学的期间呢，尽可能的去尝试各种不同的事情，去扩展你的历练，扩展你的见闻。然后再来第二个呢，不要和别人攀比。在大学啊，跟我同期的实习生，或者是跟我同期同一个社团的人，他们其实现在很多人呢，在美国的 M7 念 MBA， 或者是他们在投资银行工作，然后有人在国外带团队。然后我有一个朋友啊，辞掉了他在 Amazon 的100万年薪，然后自己去创业，勇闯美国。我自己的资历跟他们比，我是逊色非常多的。但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最适挑战，然后你会有你的生活，你会有你的所爱，所以不要去跟任何人做攀比。我刚好今天在 Instagram 滑到一个 story，
然后那 story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在 Columbia 念 MBA， 然后他就 post 了一个他上课教授投的投影片，然后那个投影片上面就是一句 quote， 那个 quote 就是写 Comparison is the thief of joy。不要去跟别人攀比，你就在自己人生的这段过程中去，有什么兴趣你就去尝试，你自己的范围里面去努力，其实你就已经是最棒的了。然后最后一个呢，想要献给你们的小建议就是，当有任何的想法或者是机会萌芽的时候 ，just go for it，just give it a try， 你就去尝试，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发展等着你。OK，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对于可能正在迷惘中的你有一点点启发。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我可以回答的话呢，都欢迎你可以到底下留言告诉我。那如果是我可以回答的问题，我都会尽可能的去帮助，然后并且回答你们。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拜拜。